第139集超前速览，王林为驱除儿子王平体内的怨气，开启精彩的2次化反剧情。孙太因寿元已尽，从而最终下线。王平的妻子青怡也迎来首次的亮相。那么你知道为什么王林坚决不让自己的儿子踏入修道一途？难不成凡人的生活真是最适合王平的吗？在如今的动漫剧情中，王林已经凭借散魔之魂击败幻无情，柳梅也因被幻家老祖吞噬，落得个香消玉殒的地步。之后，王林便带着目前还是一个怨婴的王平，隐居在染云星上一个名为落月村的小山庄。首先，咱们先聊一下为什么王林要陪伴王平开启这长达70多年的凡人生活。要知道，目前的王平已是一个死人，且浑身充满怨气。现在的他仅是有着一丝魂魄。虽然当初柳梅临死前曾留给麻子驱除怨气的药方，以及配合雷属性神通能够驱除大半的怨气，但这些方法却仅是治标不治本。要想完全驱除的方法，便是陪伴对方一世轮回，体验这人世间的冷暖。只有这样，方才有着彻底驱除掉的可能，或者说能重新再入轮回。而麻子想要的，则是要让完全驱除掉怨气的王平之魂，能够跟李木婉的魂魄一样放进天地珠内。等日后伴随着自己实力的提升，或许有着真正复活的可能。所以王林便以一道灵天侯的本命剑气为其重塑肉身，另一道则作为防守之墙的包围着那些怨气。并且王平此生是绝对不容许修行的，因为一旦修行，他体内的怨气便会彻底爆发，从而会彻底烟消云散。所以打小麻子便告诫王平，此生不能修道。而王平也是乖巧得很，一直遵从父亲的话。在王林来到落月村的第3年，孙太便也跟着一起定居于此。他现在对于修道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执念，唯一的想法便是回归这最为本质的生活，或者死后能够重回自己的故乡暗月星。在落月村生活的这10几年，孙太对于这个乖巧的王平甚是喜爱。他不仅将之收为义孙，甚至不惜损耗寿元的在王平面前施展仙术，并给了对方一些修炼功法。只不过懂事的王平也并未学习，因为他知道父亲不让自己修行，定是有他的道理。而也正因为孙太不惜损耗寿元的施展法术，让他的大限提前4年降临。孙太在王平16岁时，便因寿元已尽，彻底的离开了人世。王平当天哭的那是一个泣不成声，可以想象他的这位孙爷爷当初对他是有多么的好。王林与王平在落月村的山后为其立下一座碑，其上落款人赫然是义孙王平。在孙太离世后的第1年，王平有生以来第一次询问王林：父亲，你是仙人吗？如果你跟孙爷一样是仙人的话，那为什么不让我也修道呢？对于这个问题，王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他不想将王平是一个怨婴的事说出，所以只是说了一句：除了修道之外的事，这世间之物，你想要的任何事我都尽量满足。而王平想要修道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他想永远的陪伴着自己的父亲。在王平19岁那年，王林便带着他离开了落月村。接下来的8年，带其领略染云星上的大好河山，这也让王平体内的怨气因为周围环境以及心境的变化，只剩下了最后一丝。但这一丝却无论如何也难以驱散干净，因为这正是王平的心结。他想不通父亲为何始终不让自己修道的真正原因。后来王林带着王平来到一处名为齐水城的繁荣城市，此城市乃是孙家的地盘。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当初1战之后，因为冉赵2家的精锐大部分离开了染云星，所以孙家便成为了此星球上的最大家族。现在的副家主乃是因变后期的孙启明。本来麻子在城中买了一处豪宅，想带着王平过上一段富贵生活，或许这样能够化解最后一丝怨气。也就是在这里，王平遇到了他的此生挚爱青怡。当初这父子俩在一处餐馆内就餐，由于王平一副土包子进城的打扮，便遭到一个名为云无风的年轻人的嘲笑。此人的实力虽然仅是炼气期，但却是罗天北域5大主星云海星的云家族人。他的身边有着孙家一位结丹修为的老者保护，老者身边的女弟子正是青怡，其实力目前仅是筑基修为。当时云无风与那老者嘲笑并出手针对王平时，青怡便曾出言制止过。也正是因为此举，王平便对此女子有了一丝爱慕之心。而王平那继承了柳眉绝美长相的容颜，也自是让的青怡有些小鹿乱撞的感觉，可以说他人算是有些一见钟情吧。而那青年与老者自然也是被麻子给出手教育了一番，此事后来自然也惊动了整个孙家。可当孙启明带人抵达王家大宅时，麻子所扩散而出的意念却让的孙启明顿时心生冷汗，因为正是此人，孙家方才成为如今染云星第1大族。他们这般此举简直是在玩火自焚啊！只不过麻子也并未跟他们太过计较的，便放其安然离去。而现如今的王平已然27岁，都说女大不中留，儿子也是如此。为补偿王平不能修道，麻子直言让其接下来会过上30年的富贵生活。可在王平看来，既然父亲不让我修道，那我便要成为这凡间至尊。当然他也不想要唾手可得之物，这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对此麻子自然是同意的。王平临走之前，王林还为儿子准备了2样大礼，其一便是阴虚境界的傀儡，此物以影子的方式跟随在王平身边，但凡王平遇到危机，此傀儡便会主动出手。其二便是青怡，当初他2人有些一见钟情，自然被王林有所察觉，于是他便与对方达成约定，只要青怡陪伴王平一家子，那么他便给予对方一生元婴后期修为。只不过这些在后来青怡的眼中已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伴随着与王平的逐渐接触，他越发的爱上了眼前的这个男人，并因此领悟出属于自己的不悔意境。后来王平经过数十年的奋斗，他终于是在染云星的凡人界中创建出一个最大且属于自己的天行帝国。当然这其中阴虚傀儡的帮助与3大家族的不插手
手自是有着绝大的作用。后来功成名就且已是60多岁的王平返回王林身边，询问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王林则也是将从朱雀星到冉云星发生的所有事全部说出，唯一没有道出的便是王平不能修道，跟对方是2道剑气所化的真正原因，因为他担心王平一时间可能会接受不了。可即便如此，王平在听后也顿时如遭雷击，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是曾被母亲所炼化的一个怨婴。心灰意冷之下的王平便带着青怡来到一处边陲小镇，过起最初那般的平凡生活。这一待便是10年。彼时的王平已是72岁，尽管他心中还是有些想不通，王林为何没有让自己踏入修道一途，但彼时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坚信父亲始终是最疼爱自己之人。后来真正的雷仙使者雷道子奉命前来冉云星调查先前在千幻星有人冒充雷仙使者一事，他无意间窥探到王平体内的剑气，并欲要对其图谋不轨。后来是王林及时赶至，将雷道子斩杀。也是在这时，麻子对王平道出所有之事。王平听后也是解开心结的，化除体内的最后一丝怨气，变成一枚光团的他被王林收于天逆珠内。至于青怡也是跟随着王平一起，等待有朝一日王平被王林给彻底复活后，他2人再继续前缘。至此，这甚为精彩的2次化凡便就此落下尾声。